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赵丽颖到张小斐，娱乐圈的臭毛病被揭露了个彻底。以前在剧组能碰到各种小心机，现在身边全是好人，每一个人都洋溢着笑脸。黄渤一语道破娱乐圈的尴尬事实。趋炎附势或许存在于各行各业，但在娱乐圈尤为普遍。凭借《狂飙》一炮而红的张颂文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成名前在沙漠捡垃圾被剧组遗弃，打电话询问后还遭到一顿冷嘲热讽，而成名后上赶着蹭热度的人都多了起来。似乎见人下菜碟是当红明星的特权，被排挤、冷落、孤立才是18线艺人的常态。可被区别对待的又何止张颂文一个呢？1. 小演员命真贱，娱乐圈的小透明究竟有多心酸？这一点张小斐深有体会。一场本该其乐融融的同学聚会，逐渐演变成了张小斐吐槽大会。袁姗姗先是嫌弃人家洗澡慢，然后又提出打呼噜质疑，将个人隐私公之于众，丝毫未意识到冒犯他人。隔着屏幕的观众都已经感受到了尴尬。事后张小斐公开澄清，对方却在评论区上纲上线，对此他也只能忍气吞声，因为自己没有翻脸的资本。而这样类似的事件在他身上早已屡见不鲜。试镜被女制片毫不留情的嘲讽、抨击容貌，拍爆炸戏受伤，还被剧组2个大男人骂哭，可想而知的绝望。后来贾玲发文称他为命贱的小演员，小演员就连参加个综艺也没能逃过前辈制裁。在我是演员中，张小斐与孙熙分配为一组，两人既是搭档也是竞争对手，其他组都能够互相配合，但孙熙是个例外。他从头到尾都在自顾自改剧本，对张小斐发出的走戏邀请置之不理，以至于临近上场都没捋清楚剧本。结果也在意料之中，由于表现不佳，张小斐被无情淘汰。可笑的是，结果公布后，孙熙拉着手上演了一场姐妹情深戏码，被同学嘲讽，被前辈欺压，还有被同行无视。2020年末，爱奇艺尖叫夜晚会，一众大咖纷纷落座，围着火锅桌有说有笑。张小斐连个座位都不配拥有，独自站在一旁，尴尬到玩手机，场面甚是凄凉。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上演。也就是短短几个月之后，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大火，张小斐夺得金鸡影后，待遇有了质的飞跃。曾经趾高气扬的袁姗姗也突然跑出来道歉。不过，到底是良心发现还是蹭热度，外界就不得而知了。好像红了之后，周围的空气真的都是甜的。2. 不红就是原罪。对比起一些明星遭受的身体伤害，张小斐还算幸运的。一个叫做彭楚月的偶像，刚出道不久就遭遇到了不公平待遇。在少年频道的游戏环节挑战爆辣火鸡面，当他听从主持人指导，一口灌下旁边的牛奶后，发现口感不对，一脸茫然问工作人员这是什么。对方回答就是牛奶啊，不会是你的味觉被辣没了吧？彭楚月半信半疑，直到站在一旁的肖战告诉他别喝了，这是油漆，才反应过来。事后有人爆料，彭楚月被送往医院洗胃，倘若没有肖战的提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彭楚月性格变得敏感，在桃花坞情绪崩溃，哽咽落泪，没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当红小花赵丽颖在成名前也是吃尽了苦头，因为出身农村被瞧不起，甚至有导演直言你撅嘴跟猪嘴似的。是不是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用来形容一个女演员的？拍摄《新还珠》时，在剧组大年30聚餐也没人通知她，
只有张瑞看不下去了，亲自给赵丽颖做了顿饭，这一饭之恩被他记了好久。比这更离谱的是溺水事件，一次综艺节目差点要了他的命。赵丽颖本就水性弱，恐惧水上活动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跑男的游戏。没想到的是，录制过程中发生意外，不慎跌落，于是便有了他在一旁苦苦挣扎，其他成员沉浸激烈游戏的画面。直到结束，大家都没发现赵丽颖意外落水，最后还是工作人员下水化解了这一场危机。节目组难逃其咎，可其他队员很显然也没能给予这个不会游泳的女孩更多关心。如果说以上这些经历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在所难免，那下面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宫锁沉香中，赵丽颖与朱子骁有一段亲密戏，通常拍摄时为保证女演员隐私，都要做清场处理，只需留下几位工作人员即可。而赵丽颖就连这样的基本待遇都得不到，由于怕得罪导演，她没说什么，便强忍不适，穿着清凉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拍摄。事后她向导演提及，没想到对方没好气回答，拍摄太投入，忘清场了。事实证明了，在娱乐圈，不红就等于没有话语权。毛晓彤还未走红之前，参加活动与张萌坐在一起参加活动，她的交际能力是公认的强，曾在主持活动期间问杨幂要微信。可是张萌对毛晓彤却置若罔闻，全程侧着身子和另一边的大佬们侃侃而谈，毛晓彤的尴尬全写在了脸上。同样的尴尬境况，苗苗也遇到过。芳华庆功晚宴上，几位大佬酒足饭饱后，冯小刚一时兴起，拉着一旁的苗苗提出跳舞的要求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点名，苗苗显然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时候陈道明直接开口：“你国粹没看过跳舞啊？”解救对方于水火之中。想必如果是大咖，定不会被如此对待，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明星拼了命都要红的原因吧。3. 没名气注定被忽视。无限超越版自打播出以来，热度就只增不减，因为从中看到的不仅有精彩表演，还有人间冷暖，是非人心。爱作妖的赵英子被几大导师接连拒绝，可谓是颜面尽失。尽管清楚这是节目组的剧本，但观众还是忍不住为她鸣不平。其实比赵英子更惨的是被大众遗弃的好演员。车保罗就是这种人，娱乐圈的人走茶凉，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出道多年，扎根配角，凭借其独特的长相，在喜剧影片冒头，最为人熟知的角色当属《鹿鼎记》中的胖头陀。不过他的演艺之路坎坷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能接到的戏越来越少，生计成为一大问题。后来车保罗穿上制服，穿梭在香港大街小巷，时而是保安、门卫，时而是巡逻员、水泥工，日子过得清贫。接到无限超越班节目组邀请，毅然辞掉工作，前去担任表演指导。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出现下面这样的结果。在演员选导师的环节，车保罗遭遇冷场，众多学员无一人选择他的剧目，尽管尔冬升在旁边喊话，大家也无动于衷，场面尴尬至极。与惠英红、吴镇宇、赵雅芝的门庭若市比起来，显得异常冷清。这个结局也不意外，毕竟在座的除他之外，都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大人物，手握大把资源，在圈内地位不容小觑。而他这个被藏在角落的老头，很有可能是节目组拉来凑数的，又怎会是新人们的首选呢？被拒绝后，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真诚发言，再次认真介绍了剧本《鹿鼎记》。一番言语之后，许魏洲表示愿意加入，想跟老师学一些新东西。尽管如此，剧目还是缺少一个角色。车保罗主动邀请演员范世琦，不料遭到对方拒绝。
节目录了3天后，他就又回到香港，继续当保安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随着节目播出，这个可爱的老头走进大众视野，受到广大网友的同情和追捧，连战多条热搜，数万网友情愿让他回来。事情的发展逐渐不受控制，导演吴彤出面回应称，在尊重对方个人意愿的前提下，继续邀请老师参加节目。不仅如此，在网友的请求下，郭靖宇表示会给他安排角色。车保罗本人也在短视频开通账号，一则16秒的视频就收获了超500万播放量，粉丝数更是惊人，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夜爆红。后续发展会是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至少车保罗这个名字被更多人记住，一个好演员走到了人前。结语：娱乐圈是个巨大的名利场，其中的艰险可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，能够成为常青树，屹立不倒的，必定有过人之处，立身之本。可这样的艺人能有几个呢？昙花一现才是大多数艺人的常态，所以他们既要有蛰伏低处的勇气，也要有成名后的平常心。此一时彼一时，说不定哪一天，曾被你踩在脚底的人，就会突然高你一等。做人要学会给自己留一线。不过，趋炎附势、见人下菜碟终归是小人做派，能够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保持纯真、善良的人最为可贵。